大家好，我是猫盾。今天我们先来聊左慈羁绊的 SP 华佗，因为这是华佗最常用的羁绊，而另一个司马懿羁绊则只是配合 SP 司马懿的张春华羁绊，在新区玩神兵灵宠流用的。左慈羁绊会提升 SP 华佗28%的治疗率，并且在战斗开始时，让华佗获得悬壶光环。悬壶光环会以我方前排爆击率下降100%来作为代价，使全队的格挡率提升10%。后续还会每回合提升5%，在第3回合达到最高的20%格挡率。若 SP 华佗的伤害减免属性高于敌方伤害增加属性最高的武将，则每高出1%，使全队获得对应的暴击伤害减免和最终伤害减免提升。有最高上限，这个我就不一一去念了。算是一个攻防一体的光环，尤其适合主力输出在后排的队伍，比如蜀控队。第4回合开始，悬壶光环会转换为济世，济世会在每回合开始为我方全体回怒，最高可达到800点怒气，并有概率清除控制状态和提升我方造成的伤害结果，和降低敌方护盾的获取量。这些效果都可持续至战斗结束，并且也一样会每回合提升，然后在3回合后达到最高点。悬壶是个减伤光环，济世则是个增伤光环。左慈羁绊 SP 华佗的核心机制就是前3回合减伤，第4回合后才开始增伤。第4回合才发动的能力，除非双方都是拖回合的队伍，否则在 PVP 上是没有用的。但这个在魔窟就非常好用了，所以 SP 华佗也会是魔窟的常客。SP 华佗的普攻，除了可以正常获得1点龙魂值外，若回合结束时华佗的血量大于50%，还可以额外获得1点龙魂值。所以为了能让华佗更稳定的获得龙魂值，他一般都会站后排。SP 华佗的龙魂技也和 SP 司马懿一样，仅消耗1点龙魂值就可以释放，并且也一样只能释放1次，而且在首回合无法释放。龙魂技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，并降低目标50%最终伤害提升，同时使华佗获得可持续至战斗结束的棉。棉会使华佗受到的伤害结果降低40%，并且会在华佗受到致命伤害时，保留1点生命值进入持续1回合的气。进入气状态后的 SP 华佗不会受到伤害，也不会受到治疗，什么都不能干，只能等待复活。当气的持续时间结束后，若我方存活人数大于3人，华佗就会复活，并恢复20%的最大生命值。若少于3人，则会原地去世。只要是在前3回合内复活后的华佗都可以继续获得棉，并重复以上的循环，直到在场人数少于3人或进入第4回合为止。3火后的 SP 华佗，只要不是处于气的状态下，就可以代替我方角色承担致命伤害，并减免此次伤害的40%。若还是死了，就会触发棉，进入气的状态，等待复活。在承担伤害的同时 ，SP 华佗还会为承担的目标恢复最大生命值20%的血量，整场战斗最多可触发3次。这算是 SP 华佗版的免死3次吧。技能看似很强，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SP 华佗的龙魂技是在第2回合才能释放的。所以，真正能激活免死和替友方承担致命伤害的时间，只有在第2回合和第3回合而已。这实际上是有一些鸡肋的，因为第1回合才是最需要免死的一回合，这时候也是场上人数最多， SP 华佗最有机会复活的时候。若是放在第2回合才开始生效，真正的作用就没那么大了。从第4回合开始，光环会转为济世，如果这时候 SP 华佗身上还有棉依旧可以生效，但复活后就无法再获得棉。接下来是 SP 华佗的怒攻。SP 华佗无法获得怒气，但每当我方有人受到大于等于自身生命值10%的伤害，或护盾被击破时，华佗都可以获得1层桃。桃就相等于是 SP 华佗的怒气，当持有5层桃时，就可以消耗所有桃并释放怒攻。
每回合最多只能获得10次桃，也就是每回合最多只能释放2次怒攻。用桃来取代怒气的好处是，不会被减怒或疯怒的技能影响。只要队伍里有能加盾的，基本上 SP 华佗都可以每回合稳定释放2次怒攻。SP 华佗的怒攻会治疗我方全体，治疗量是武将 26% 已损失的生命值。若武将的血量低于 30%， 则治疗量提升至 39% 已损失的生命值，并给我方全体施加命定效果，持续2回合。命定是一个强力的减伤技能，它会使我方的最终伤害减免提升 25%， 并且在受到攻击目标大于等于3个的怒攻或龙魂技时，使我方获得自身最终暴击率 50% 的无视防御抗性。技能针对的是打一排和打全体的怒攻和龙魂技，当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 SP 司马懿的龙魂技了。所以 SP 华佗是可以用来打 SP 司马懿，又或者是在 SP 司马懿队中内卷用的。命定还有一项能力是针对单体攻击的，若我方受到单次大于自身生命值 20% 的伤害时，命定会储存超过的部分，并在后续的2回合延迟结算。这个效果就和助战夫猪的水遁类似，对灭队会有一定的克制效果。但命定只能储存自身最大生命值 40% 的血量，超过则不再生效。若重复施加命定，只会移除当前储存量的 20% 伤害，意思就是重复施加就没什么用了。华佗的怒攻先手优先程度非常高，甚至高于龙魂技，只要累积满5层桃就可以马上释放。在目前的环境下，助战相柳和水猴子出手都很快，可以轻易的击破护盾，让 SP 华佗叠满5层桃释放怒攻。若对方没有助战相柳，盾队在开局拥有的护盾数量，即使是直接面对马超，也足够让华佗在中途开出怒攻来。在实战中，华佗会直接连续丢出2次怒攻来，也是很常见的事，所以第2次怒攻基本都是溢出的。异火被动会使 SP 华佗在开场就获得2层桃，这样就可以更快的开出怒攻来了。异火的第2个能力会在前4回合内使 SP 华佗没有1点龙魂值，我方受到的伤害结果降低 10%。第4回合后，则会使我方造成的伤害结果提升 10%， 最多叠加6层。第4回合也是 SP 华佗的光环玄壶转记式的时间，异火被动还会提升我方全体 50% 最终暴击率和 100% 的暴击伤害。若我方武将造成暴击，还可以无视 50% 的护盾。这同样是一个攻防一体的能力，在前期可以减防，在后期可以增伤。后期增伤的能力同样是在魔窟里会更加好用。无火被动会在我方人一武将命定首次存满时，立即清空储存值的1半，也就是让原本只能储存 40% 最大生命值伤害的命定，变成了可储存 60% 最大生命值伤害。触发清空1半的效果后，还会为目标恢复 25% 最大生命值，每个武将每场战斗只能触发1次。在前3回合内，每当我方获得治疗时，也会固定清除命定 5% 的储存值。简单来说，无火被动只是增加了命定，可帮忙拖延结算伤害的总量。SP 华佗比较重要的能力，在3火其实就已经完整了。最后来说说抽取建议。SP 华佗和司马懿、司马师一样，都是在第2回合才开始发挥的武将。这套体系原本是建立在命魂张星辰首回合那超强的防御能力上的，如今在香柳先出的情况下，相信也很难会有好的表现。其实从官方直接用送的，你就可以知道它有多少斤两。SP 华佗只能在 SP 司马懿、蜀控队和 SP 张辽双格挡队里使用，其他队伍都融不进。它的存在感甚至比 SP 周瑜还要低，是至今为止表现得最不像 SP 的 SP。在陆服， SP 华佗和司马师一样，都属于新区可用但在老区很难派上用场的武将。
败就败在他是个 SP 武将的身份，需要去和其他 SP 武将争夺仅有的3个位置。在下一个 SP 武将关羽能直接第1回合所写的强力机制下，加上还有强力的输出能力，华佗要上位就更难了。但有鉴于 SP 华佗在台服是用幻星就可以抽满的，所以这边还是加分不少。即使是只作为一支专门用来打魔窟的武将，我也还是会建议大家把它抽满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